这是一段令世界倾倒的历史。大唐，一个如雷贯耳的朝代；长安，一个气象万千的都市。他们的中心正是大明宫。承载着大唐瑰丽梦想的大明宫，为后世留下无尽猜想和千古遗恨。站在这西风残照的废墟上，很难将眼前的断垣残壁与唐代举世无双的大明宫联系起来。这座中国建筑史上的巅峰之作究竟是何等模样？曾经气吞霄汉、傲立世界东方的皇宫，又是如何消于无形的呢？历史如同这片沉睡千年的废墟，期盼着世人揭开它尘封的灰烬，去触摸其中的余温，感知那千年前的爱恨和恩怨。公元前660年的一天，唐代声名显赫的宫廷画家阎立本接到一个紧急诏令，召见阎立本的是当今炙手可热的武皇后。皇后意欲修建一座新的宫殿，她希望阎立本亲自来做新宫殿的设计师。在太极宫的紫微宫，一项空前绝后的工程构想展开了蓝图。这期间，皇后多次将目光投向龙首原上一座停建了30年的建筑，这就是大明宫。关于大明宫的修建缘起，据《旧唐书》记载，时任监察御史的马周上书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修建一座新的宫殿，以彰显孝心。贞观年间，是李世民为父亲李渊修建的夏宫，也就是避暑用的宫殿。宫殿尚未建成，李渊就在第2年的5月驾崩，夏宫的营建工程也就此停止。由于高宗多病，高宗曾经在丰邑2年，曾经下诏说我要逊位，我不愿意当皇帝了，我把这个地位第一不交给我的儿子，也不交给我的重臣，我要交给我的夫人，我的皇后。当时朝野一片哗然。太极宫的低洼潮湿，让李治的风疾日益加重，不仅视力微弱，双腿也常年疼痛。而居住到地势高敞、阳气旺盛的地方，可能有利于病情好转。皇后寄希望新的宫殿能帮助丈夫缓解痛苦。长安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莫过于太极宫后院东北部的龙首原。武皇后自己也急于离开太极宫，这座狭小的宫殿对于她来说，盛放着太多血腥而又痛苦的回忆。为了生存，更为了权力，武媚娘在太极宫杀死了王皇后和萧淑妃这2大劲敌，也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些都成为她在披荆斩棘成为皇后之后挥之不去的黑色梦魇。也许远离太极宫才可以远离噩梦，于是在皇后的操持下，那座于贞观9年停建的大明宫宫殿，在公元662年又开始继续修建。公元663年5月，工程尚未完全竣工之际，皇后和皇帝便急不可待地迁居大明宫。随着大明宫的修建，唐代沿袭使用的隋代宫殿被取代。按照方位，
大明宫被称为东内，太极宫则从此被人们习惯称为西内。1959年冬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马德志等专家来到龙首原唐城遗址上进行发掘。根据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图志》所示，唐大明宫所在地就在龙首原这一带。而龙首原原址如今已是一片荒芜的空地，地面上基本上看不出城址的范围和轮廓，很多地方被公路和房屋切断，只有残存的小部分宫墙依稀可辨。马德志一行人经过9个月的全面发掘，有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座已经荒弃的宫城面积是3.3平方公里，而明清故宫的面积不足0.7平方公里，竟然是故宫的4.5倍。根据这一阶段的发掘，马德志绘制成了第一张大明宫的测绘图。通过这幅隋唐都城的地形图，我们看到太极宫位于郭城之中，全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东西呈对称布局。14条南北向大街和11条东西向大街，将外郭城切成108个方和东市、西市。太极宫地势低下，不利防变。而大明宫高居长安之巅，北与终南山相连，易守难攻，进退。宫廷内外因政变和篡位的权力争斗随时存在。武皇后缺乏安全感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入住大明宫1年之后的公元664年12月，高宗李治接到一个宦官的告密，举报武皇后频频召道士进入后宫，行巫蛊验圣之术。朝中官员对武后参政早有不满，也纷纷趁机进言，另立皇后。高宗一气之下，令上官仪草诏皇后罪状，准备废后。在这关键时刻，皇后通过自己的情报网及时得知了消息，立刻去见高宗。武后的突然出现，让高宗和上官仪都异常尴尬。当晚，在皇后的辅政功劳和似水柔情面前，高宗平息了一时的冲动，将责任推到了上官仪的身上。然而内忧尚未完全平息，外患又频频而起。公元684年传来徐敬业叛乱的消息，反对势力此消彼长。在接下来的公元687年，琅琊王李冲和越王李真起兵匡复唐氏。几十年来，危险和杀机时刻围绕着这个权倾朝野的女人。先是关陇贵族鄙视她低微的商贾出身，然后是李氏家族和那些前朝重臣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对朝政的专权，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她，欲置她于死地，包括她自己的儿子。贫刺激了皇后，除了在建筑上加强防卫功能，她感到有必要把权力抓得更牢一些。即便是对自己宠爱有加的丈夫，也不能给予他永久的安全感。
自此，武皇后开始垂帘于前朝宫殿，直接掌管政事，以确保自己更有力量与任何潜在的危机抗衡。包围在重重宫墙之中的，就是武皇后权力中心的三大殿。据陕西通志所载，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殿，以龙首原地势的起伏，南北相踏。三大殿象征了最高封建统治的中心地位。含元、宣政、紫宸组成的内朝格局，沿袭了秦汉以来的沿中轴对称的宫殿布局，同时又为后世的宫殿所效仿。北京紫禁城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便是这种格局的体现。以此推测，含元殿就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那么，位于三殿之首的含元殿遗址究竟在哪里呢？规模更大、更全面的发掘，在安家尧的主持下开始了。上世纪90年代末，考古队终于探明了含元殿的框架结构。仅存下来的遗址是一个长约200米、南北宽100米、高15米的巨大夯土台基，总面积27600平方米。根据探测，殿前有一个630米纵深的广场，它的存在更加烘托出含元殿的气势恢宏。这是含元殿遗址出土的一座方形石柱础，这个石柱础下面方形部分长和宽都是1.4米，高0.52米，上部覆盆状的圆形部分是用来承载宫殿立柱的，它的直径为84厘米，与故宫太和殿的最大立柱直径相差无几。由此可以推断出，立在上面的柱子应该是巨型木材。含元殿遗址上出土的这些文物，曾见证了这座宫殿的宏丽奢华。根据发掘的情况和各种史料的记载，含元殿的复原模型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含元殿是当时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殿前东西两侧有祥峦7凤2阁，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可以想象，每逢大朝会，百官穿过长长的龙尾道，最终登上含元殿。这个过程仿佛是通往天上宫阙。据说当时有官员登上龙尾道后，因气力劳顿，听错了皇帝的尊号，被罚去1个季度的俸禄，台基的高大可想而知。配合含元殿作为外朝礼仪场所的是距含元殿最近的一道宫门——丹凤门。丹凤门是唐大明宫的正南门，享有盛唐第1门之誉。作为皇后，武则天曾陪同李治在丹凤门的门楼上接受百官朝拜，万民欢呼，并在城楼上宴请外国使者。这种四海沉浮的宏大场面带来的荣耀，更进一步刺激了武后治理国家的信心和对权力的欲望。上世纪50、60年代，考古工作者马德志等人经过小规模的勘探发掘，找出了丹凤门的3条门道遗址。结果显示，丹凤门仅有3个门道，门基长51米。这个结果令继任者安家尧非常困惑。经过钻探呢，只确认了有3个门洞，就是当时它的规模，但是这3个门洞呢，总是觉得和含元殿呢
它不是在完全一个轴线上，南北轴线上，总觉得有所偏。在历代所有宫殿中，从格局上来说，明清故宫与大明宫最为接近。作为进入明清故宫的主要通道天安门，就是以5个门道的最高等级设置。大明宫应该是同样的级别。而据宋代吕大榜所绘的大明宫图，清晰显示的也是5个门道。那么另外2个门道在哪里呢？2005年，安家窑在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段有火烧遗迹的土层，在门道的堆积中还出土了许多烧流的砖瓦残块。在清理一个问题坑的时候，又发现了红烧图面。红烧图面对我们考古工作者意味着就是当时是文化层的一个界面，因为所有的门址基本上都是被火烧毁的。发现了这个红烧面就意味着当时有个文化面，可能有道路，也就是所谓的可能有门道这个遗迹存在。因为它不可能，它有第4个门洞就肯定有第5个门洞，因为中国这是对称的5个门洞。一个悬疑多年的学术谜案破解了。由这些长60厘米、宽40厘米的柱坑推断，整个丹凤门东西长达200米，可见丹凤门的恢宏气势。宫城共有10座城门，南面正中宫墙有5座门，居中的为正门丹凤门，它有5个门道，上面建有巍峨的丹凤楼，与北面的含元殿相对。接下来，考古队有了更加让人震惊的发现，在含元殿的附近发掘出20多处火烧痕迹。安家窑由此推测，含元殿但随着发掘的深入，他有了全新的结论。对比窑址和含元殿遗址发掘出的砖瓦铭文，安家窑发现，无论是年代还是制作工艺，都是吻合的。所以可以怀疑呢，当时呢就在殿前广场这个地方，就作为一个制坯厂，制砖坯、瓦坯，制晾干了之后呢，就到北边、东北边的它的砖窑呢就烧了。因为这个黄土高原，咱们这个黄土是个天然的烧砖瓦的非常好的材料，这样呢它有材料，又在当地烧，这样它就很好的统筹。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而举国上下仍然稳定有序。在权力和欲望得到满足的同时，国家也在武皇后的治理下蒸蒸日上，版图和人口甚至超过了太宗皇帝一朝。长安和洛阳两地比汉代全盛时期还要富庶美丽。然而富强繁荣的背后，危险还是时刻隐藏在宫廷的每个角落。含元殿的正北面就是主持朝政大事的宣政殿，在这里，武皇后度过了多年暗毒劳形的时光。公元705年，这种临朝的时光走到了尽头，因为大明宫的政权发生了自然更替。这一年，李治病逝，太子李显继位。据《新唐书·武则天皇后传》记载，李治临死之前留下遗诏：皇太子继皇帝位，军国大务有不决者，兼取天后禁之。这充分说明了，第一，
唐代第3代君王高宗对他的儿子中宗，驾驭唐帝国的这种才能能力不放弃。第二，这个遗诏最大的潜台词，把他最大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空间，就大唐帝国的最大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空间这种驾驭，交给了他的妻子武则天。然而，公元684年2月，在宣政殿发生了一件事，让这个一直处于权力中心的女人发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大唐的局面。岳父韦玄真要给他授予司宗之职。那么在唐朝前期啊，这个司宗是宰相，但是韦玄真他当宰相呢，明显的是不合适的啊。第一是他没有这样的才能啊，也没有立上可以当宰相的功劳啊，那无非就是凭这样一个裙带关系。如果听任时局发展，大唐的命运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故，而历史也将从此改写。中宗李显这个时候可能是年轻气盛啊，认为我是皇帝，我想让谁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啊，所以他就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就说我把天下让给韦玄真啊，那都是我的事情，何况一个宰相。如果按照中宗的治理大唐帝国这种思路，任用了他的乐章，任用了他的外戚，那么东汉的覆辙就要在大唐帝国重演。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在中宗的背后还有一个能掌控局面的人。这天晚上，一向喜爱舞文弄墨的武媚娘写下了一篇名为《陈轨》的文章，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体现出一个历经风雨磨练的政治家的敏感。公元690年，武媚娘正式称帝，从幕后走到台前，改国号为周。历史证明，唐初大规模的官僚制度以及世界中心的地位和疆土，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独裁者的出现。女皇武则天应运而生。称帝后，武则天离开了爱恨交织的大明宫，将一切繁华和传奇都复制到了东都洛阳。此后15年，她在长安之巅亲手营造的宫殿，成为一座寂寞无主的建筑。公元7到1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当时的西欧正处于蛮族入侵的噩梦，拜占庭帝国正苦苦挣扎。在西亚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日益衰落，并于7世纪初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在这样的混乱中，东方的大唐王朝却正如日月当空照。称帝15年后，曾经日月当空的一代女皇躺在灵柩里被抬回长安，按照她的遗愿，以高宗皇后的身份与丈夫李治合葬于乾陵，政权重新被夺回到李唐王室手中。武则天谱写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传奇，这位在大明宫度过了半生的女人，传承了贞观之事，却终究为以男权为正统思想的封建时代所不容。临终之时，他才发现，一个人可以改变权力的归属，却无法改变文化的根深蒂固。他亲手缔造的一代世界大明宫，
再度成为大唐的政治中心。这里还将上演更多的荣光和遗恨。在大明宫，一代女皇武则天走完了她政治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里留下了她争夺权力和励精图治的不倦身影。因权力而滋生的阴谋和梦想并存于这座辉煌的宫殿。这座以层层宫墙包围起来的大明宫，看似固若金汤，其实也恰好印证了政治斗争的激烈和皇权更替的无常。令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考古进行到大明宫的后寝区域时，在3道宫墙之外，意外地发现了这是一道东西走向、状如长安城墙的夯土层。对于这段夹层，考古人员百思不解，它与位于长安城东的嘉诚堡是否有关呢？有关史书记载，唐玄宗曾下令在曲江池东岸筑一城堡，名嘉诚堡，堡内以芙蓉花为主，又称芙蓉园。经详细考察，考古队最终确定这一段夯土层是唐代嘉诚堡南城墙遗址。它是在长安城东郭墙外55米处另筑的一道城墙，由大明宫通往兴庆宫和曲江芙蓉园，全长7979米。嘉城在古代主要是为安全防卫而建，故宫嘉城就具备这样的功能。唐诗中“六妃南幸芙蓉园，十里飘香入嘉城”所描述的嘉城就是这种道路。汉代未央宫遗址中曾发现了一条连接前朝与后宫的秘密暗道，后经证实是后宫外戚从事干政等活动所用。那么大明宫嘉城是否也是为此目的而修建的呢？兴庆宫因在大明宫之南，又称南内，即嘉城所通之地。李隆基继位之前，就和几个兄弟一起住在这里。也许是出于怀旧心理，公元728年，玄宗由大明宫移入兴庆宫居住听政，这里成为新的政治活动中心。嘉城主要是为了便于通往兴庆宫。与大明宫的奢华相比，兴庆宫的收敛正是玄宗早期执政风格的体现。正是以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面，开元年间的李隆基体恤黎民百姓，任用贤臣，成就了威震四海的盛世。然而此时，李隆基的个人生活却遭遇了接二连三的不幸。公元734年，对于50岁的李隆基来说是悲痛的一年。这一年，武帝薛王去世，此前二哥、四弟相继去世。这些朝夕相处的同胞兄弟的离世，不仅使他追求对弈的伙伴，也在他心头蒙上了人生无常的阴影。爱妃武惠的突然病故，进一步给李隆基以沉重的打击。此时开元盛世的缔造已经完成，励精图治的动力逐渐消退，而身边的亲人却越来越少。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无比孤独和空虚。在这样的心灵困境中，
李隆基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寄托。杨玉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进入了他的视线，这件事成为他政治生命的分水岭。李隆基的生命力也因为这个女人而重新焕发了生机，他的生活渐渐奢侈起来。处理政务的前朝三大殿里少了他孜孜不倦的身影，后庭内宫成为他流连忘返的所在。根据史书记载和一些诗于乾陵旁边张怀太子李贤陵寝中发现的壁画可以知道，在唐代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其文体娱乐也是盛况空前。马酒厂、梨园、太液池，这些都是专属于大明宫休闲娱乐的热闹场所。历代皇宫都修建有湖池，供皇室成员泛舟消遣。现如今的北海公园就是当年明清故宫后宫的御用山水园林。唐代的大明宫也根据元代骆天香的《类编长安志》记载，龙首渠西北入大明宫后，灌太液池。史料证明，太液池位于大明宫北面的中部，在龙首原北坡的太液池就是大明宫后庭的一个重要园林，也是见证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场所。当年的太液芙蓉未央柳，而今安在？这一直是考古队心头悬而未解的。自2001年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研究所合作，对唐长安城太液池皇家园林遗址进行发掘考古，在遗址西岸、北岸和池中等地发掘近2万平方米。考古工作显示，太液池面积约16000平方米，池分东西2部分，中间以渠道相通。据考古探测，西池面积较大，位于宫城北部的中间，为太液池与蓬莱山园林的主景部分。东池面积较小，池的东边距宫城东墙仅有5米，位于宫城北部偏东处。从整个大明宫太液池的全貌来看，它与唐代以前和唐代以后的后宫水榭也不尽相同。像北京城里，它有除了这个故宫以外，它什么圆明园啊，这个等等很多园有。但是唐大明宫的时候，唐代的时候，除了这个大明宫以外，它只有个兴庆宫，它没有更多东西，所以它可能集中。到明清以后呢，它可能就分散设置了。比方说汉朝未央宫比大明宫还要大，它自己本身就有5平方公里了。但是它的太液池在哪儿呢？在建章宫，在汉城的外边，也不太远，在西边的，在建章宫那儿，它也挖了太液池，而且可以呢训练水兵啊什么的，水军呢大概的规模比唐代还要大。现在看起来规模呢是逐渐的，朝代越早呢规模来呢逐渐的缩小规模，就功能就比较集中一些了。至此，这座传说中的人间仙境浮出水面。这是一处面积约16000平方米的以太液池为中心的宫苑风景区，湖中仿造蓬莱、方丈、瀛洲3岛。从汉代以来，皇家园林的水域内总是照例垒出3个岛屿，
寓意为神仙居住的长生不老之地。太液池内湖光山色，芳草萋萋，宛若人间仙境。太液池不仅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也留下了盛唐诗仙李白的足迹。公元735年，以仗剑远游10年的李白来到长安城外的终南山居住下来，广为郊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在长安谋求机会，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大济于世的纵横抱负。公元742年，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大诗人李白奉旨进宫。不过，他奉旨要去的地方不是议政的前朝宫殿，而是太液池东岸的牡丹园。当时正当牡丹花盛开，李隆基召选梨园弟子演奏乐曲。这场音乐会的中心人物正是如今炙手可热的大唐贵妃杨玉环。赏名花对美女，怎么可以再唱旧乐词？李隆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宫，就是命他填写清平乐词。李白挥笔一蹴而就：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这首词是借牡丹赞美杨贵妃的天姿绝色。这一夜明月皎皎，夜色如水。李隆基和杨玉环相拥着在太液池中央的蓬莱岛赏月，发下了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誓愿。因为嫌树枝遮挡了月光，李隆基命人在太液池西岸专门筑起了一个100尺高台，命名为望月台。音乐和歌舞，权力和美色，双重的珠联璧合，使得他们之间的情爱超越了普通帝妃之欢。因为让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李白被高力士怀恨在心。这位举足轻重的宦官在杨贵妃面前诋毁李白，说他的诗歌以汉朝的红颜祸水赵飞燕比喻杨贵妃。3年后，李白被赐金放还，排挤出长安。这时边境出现混乱，心有社稷的李白决计去北方边境幽燕一带一探虚实。到了幽燕之后，李白亲眼看到安禄山厉兵秣马，形势已很危急。公元755年，安禄山果然如李白所料，起兵反叛，安史之乱爆发。一段旷古的传奇爱情也在逃难途中以悲剧落幕。杨玉环被当作罪魁祸首，赐死于马嵬坡。作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达到了最高时，它必然要出现一个走下坡路，这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也符合人的发展规律。任何一个王朝物质上达到一定层面的时候，好逸恶劳是人之本性。唐玄宗的后半期的生活上的奢侈，政治上的待遇正式和杨玉环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公元758年年末，唐军收复长安、洛阳2京，玄宗也由此返回长安。只是作为太上皇，他再也没资格进入大明宫半步。出于对父亲的心怀猜忌，刚刚继位的唐肃宗将玄宗连骗带逼转移到太极宫，
以便监控。但云秋树，曲终人散。4年后的一个黄昏，怀着对杨贵妃的无限追思，玄宗驾崩于长安太极宫。在他最后的视线里，大明宫的上空大唐从此走向衰落，大明宫里再也没有诞生过雄才伟略的皇帝。距李白走进大明宫70年后，另一位书生白居易幸运地列入百官早。据史书记载，唐代百官都住在坊里，上早朝需半夜即起，按官职序列排队，依次进入大明宫。公元807年6月，唐宪宗下令在大明宫建福门外修建了百官待漏院，以供早朝的官员进宫前休憩，少受风霜之苦。同为大唐著名诗人，同为大唐官员出入大明宫，白居易不像李白那样浪漫不羁，更多了一份忧国忧民的。然而他们却一样不被大明宫所容。公元815年6月3日凌晨，京都长安空气沉闷，白居易照常早早走出住宅所在的方东门，赴大明宫早朝。7年前，他因为一篇追忆唐玄宗杨贵妃悲欢离合的《长恨歌》而名声大振。2年后，白居易被朝廷封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官至左拾遗。如果没有意外，这样发展下去，仕途前程应该是畅通无忧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这天，同样赶往大明宫早朝的还有当朝宰相武元衡。当时四周昏暗，夜漏未尽，刺客突然提剑而下，当胸一刀将武元衡刺死。宰相在早朝的路上遇刺身亡，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例。刺杀事件震惊朝野，一时京城戒严，金吾骑士遍布长安各个关口，长安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朝臣无人敢出门上朝，大明宫变得寂静无声。猖狂的刺客更是到处留下恐吓的字条，吓得办案的捕快不敢通缉犯人。白居易当即写奏章上书，认为宰相被暗杀在大街上是国耻，应当彻底查处幕后凶手。当时正值唐朝藩镇割据的时代，宰相武元衡曾坚决主张对藩镇进行武力镇压。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刺杀事件，背后主谋不言而喻。当时掌权的宦官集碍于其深层政治背景，进谏皇帝不急于处理刺杀事件。诗人的真性情在这个环节上被认为是一种越权行为。1个月之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结束了百官待漏的京城政治生涯。藩镇割据造成的社会动乱贯穿了白居易的一生，他一生竟然经历了8代皇帝的更替。白居易去世30多年后，公元880年的12月13日，另一位曾经的书生和诗人登上了大明宫含元殿。
这位屡试不第的落榜秀才，曾无数次徘徊在长安街头，回望大明宫这座梦中的宫殿，含恨离去。最终，他以暴力的方式赶走唐僖宗，成为大明宫的新主人，完成了当年落地之后发下的誓愿。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甲。黄巢攻占长安后，人们不禁为大明宫担忧，在这场争夺皇城的战争中，他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呢？黄巢是有文化的，是有教养的，是读过书的。第一，那么首先要肯定起义军的首领人物他的素质如何。其二，大明宫之所以没有遭到破坏，当黄巢攻破潼关的时候，皇帝一个很大的宦官带着皇帝已经跑到四川了，就没有组织积极的抵抗，兵不血刃，黄巢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长安。长安被黄巢占据以后，黄巢是准备在这里要建都，他要当皇帝，他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要建立自己政权，他自然不能破坏这个长安城的建设。黄巢和他的金甲骑士在大明宫的生活进展了大约2年，便被唐僖宗借来沙陀族雇佣军赶出长安。物树民丰的长安城刺激了沙陀族的将士。公元883年，他们反戈击溃了帝国政府军，杀进长安，肆意烧杀抢掠。这些粗豪的游牧民族以其快速摧毁的弯刀和火炬，让大明宫经历了严重的罹难。公元904年正月，大唐节度使朱温发起暴乱，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拆毁了长安城所有的宫殿，将所得木材沿渭河漂流至洛阳，营建他的首都。长安城最后一缕风华，随着后梁政权的组建荡涤殆尽。那个时代的诗人李整路过已成为废墟的大明宫，他哀鸣道：“子镇朝罢坠鸳血，丹凤楼前驻马看。唯有终南山寺，清明依旧满长安。”从此，中世纪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在历经300年风云后，玉殒香消。此时，中国的重心已移至东边，东南区域以土地肥沃、水陆交通便利而更有吸引力，而国都必须靠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自然的选择已使东南成为他们的理想基地，比干旱的西北更具优势。承载过长安城和大明宫的关中平原，也自此消遁于历史之外。作为大唐的一个休止符，长安再也没能成为国都。大明宫虽然衰亡了，但西安作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都市之一，其文明的光芒仍在延续。